大家好，我是王一博，欢迎和我一起关注联合国新闻，了解联合国在世界各地的最新动态。你们在这里一举一动，代表的是中国。别看，请起手。文龙警官您好，你好，主持人。非常感谢您能够接受我们的邀请。现在在中国内地，那五一档期有一部影片叫做《维和防暴队》，是已经上映了。可以说呢，观众呢可以在电影当中去领略一下维和警察这个群体的风采。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想跟您这位内部人士来看一个电影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片段，然后请您来为我们解答一些当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啊，或者说一些细节。好的，我也非常高兴、非常荣幸有这样的机会。这应该也是您第一次看这个影片的片段吧？对，第一次。好的，在这个场景里面，应该是我们的这个小队出去做巡逻的任务。我不知道巡逻的话，在咱们防暴队的日常工作当中，是不是一个经常会出现的任务？巡逻是那个防暴队最普通、最日常的工作之一，几乎每天都要承担这个巡逻的任务。这里我们是看到当地的一个平民小孩是去找我们的维和队员求助。那么在这个时候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的维和队员一般会做一个什么样的反应？联合国维和警察它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平民。那么作为防暴队呢，遇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有义务、有责任那个义不容辞的保护平民。这个时候他们必须做出那个相应的反应。那我们接着往下看。所以看来这个小男孩应该是在躲避一定的危险，然后现在危险已经出现了。可以说现场的局势是那种瞬息万变啊！刚才还是一个很平静的环境，现在突然就发生了这样一个被狙击手射杀的场面。然后有第二名平民受伤。然后我们也看到，其实暴徒也在煽动旁边的民众来攻击维和警察，污蔑说是他们射杀了小孩。这时我们又看到，丁慧拿出了那种急救的物资来给刚刚受伤的小孩进行止血和包扎。我不知道在巡逻的时候，咱们防暴队是一定要带上这样的急救物资吗？然后这种急救的知识是不是也是维和警察一个必备的技能呢？对，那个每一个小队一定会带有这个急救的装备。个人呢也会相应的带一些简单的急救的装备。在我们维和警察派出之前，不管是单警还是防暴队，学习培训这个急救知识，这个是最基本的基本功之一。就包括像止血呀那些，就是可以对第一时间救命的，对吧？对所有的每一名警察都必须学会，必须通过考核，才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维和警察。因为我们能看到，真的在现场真的是会派上用场。对，每一刻、每一天、每一刻都有可能那个有伤亡出现，这个时候急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没错。那在对伤者进行急救处理的同时，我们也看到，现在维和队员是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要面对针对他们的这些攻击。那即便在遇到这样的紧急的情况下，那我们的维和警察要处理现场的情况，是不是也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呢？是的，那个联合国对于这个
维和警察使用武力是有严格的规定的。在防暴队的这个政策手册里面，对于使用武力，它规定了那个几个原则，其中之一呢，就是说最小限度的原则，就是说尽量少使用武器，少使用致命武器。使用武力是逐步升级的。因为主要是起到一个自卫和威慑的作用，对不对？对，我们不是去作战的，我们是保护平民，同时保护自己。所以呢，这个在使用武器这一块呢是非常克制的。克制这一点，我觉得在影片当中也是体现出来了。可以说这一点还是比较还原的，对吧？对，还是比较还原了这个我们的那个克制和保护平民这两个目的。不过在这个片段当中，我们看到一个细节，就是咱们的这个中国小队队长是好像在呼叫另外一个外国的，不知道是同事还是指挥官，然后那边是说，在他赶到之前，咱们小队是绝对不能开枪的。那这样一个操作的程序是符合现实情况的吗？要分两种情况。第一个呢，是在没有直接的威胁到我们维和人员和平民的生命安全的情况下呢，这个时候呢要把情况报告并且等待这个总部的指示。在我们采取那个自卫行动和保护行动的同时，要报告。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如果已经发生了对平民和对我们维和人员的那个致命攻击，这个时候来不及报告的话呢，那么现场的最高指挥官就有权利决定采取什么样的反击措施和自卫措施来制止这样的那个暴力。那我们看到刚才的片段，应该说是符合您的第二个场景，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有2个平民被射伤了。对，这个时候现场指挥官就可以命令使用武器。感谢您为我们做出了这一点澄清。虽然只是3分多钟的一个片段其实我们当中也看到了很多细节，包括就是咱们维和警察在现场处理这种紧急情况的一些规则，还有程序，然后您也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权威的解答。不过呢，这个片段我觉得它现在算是戛然而止，我们也不知道之后我们中国这个维和小队它的命运如何，还有2名受伤的平民命运如何。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个片段对我来说还是代入感很强的，就是我现在很想知道接下来情节如何。那您对这个片段怎么看？它是我们生活中一个很普通、很日常的场景。我们维和部队、维和警察在任务区确确实实是会遇到这样很混乱、很危险的场景，所以呢，这个场景呢，就让我回忆起那个以前在任务区经历了很多事情。这个场景呢，我觉得也真实的反映了我们维和工作的情景。那我们也期待能够尽早在纽约看到全片。这样的话，如果有机会的话，还请您再来多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从更多层面、更多角度来了解维和警察这个群体。好的，我也很期待能够看到这部电影。好的，谢谢您。接下来我们还会采访维和防暴队的主创，那同时呢，也会推出对文龙警官更深入的采访。更多信息、更多消息，请锁定联合国新闻中心微博账号。